今天晚上我们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了。57亿光年外，有一片本该熄灯的星系团，忽然又亮了起来。它到底特殊在哪儿呢？其实它不是一颗孤零零的黑洞，而更像整座城的核心，在深夜里重新点火。今晚我们就慢慢靠近这只沉睡后又醒来的巨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都会被标题带偏，总以为它不是黑洞，而是别的什么更玄乎的东西。可说的准确些，它就是凤凰星系团正中央那颗还在活跃的超大质量黑洞。真正让人不安的，其实不是名字，而是它身边的环境。那里有滚烫的气体在失控地冷却，有新恒星在成批的降生，还有接近光速的高能喷流，一次次往外冲。所以你看到的从来不是一颗黑洞独自醒来，而是一整片星系团的心脏正从漫长的睡眠里重新发出蓝光。这片区域天文学家叫它凤凰星系团，它藏在南天的凤凰座方向，离我们大约57到58亿光年。它还有一长串编号，念起来拗口，我们就不记了，记住凤凰这个名字就够了。想想看，我们今晚接收到的光并不是它此刻的模样啊，那是57亿年前发出的一封旧信。那时候地球还没影儿呢，太阳系还只是一团散乱的尘埃。等这束光穿过大半个宇宙，终于落到我们眼前，地球早就冷却了，海洋出现了，生命也走过了漫长的演化，最后才轮到人类造出望远镜，接住这份迟到太久的消息。故事得从2010年前后讲起。南极点望远镜本来在干别的活儿，它在扫描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也就是大爆炸留下的那点微弱余温。可就在这片古老的背景光上，它发现了一处小小的却很反常的扭曲，像一片热气在旧照片上按下了一枚指纹。天文学家来了兴致，接着动用钱德拉 X 射线天文台、哈勃望远镜，还有地面的大型望远镜和射电阵列，一路追踪，这才看清那里根本不是普通星系，而是一个庞大的星系团。星系团是什么呢？它是宇宙里被引力真正捆在一起的最大结构之一，里头可不止一个星系，而是成百上千个，再加上多得吓人的热气体和暗物质。你不妨把它想成一座宇宙级的城市群，每个星系都是一座城，而城与城之间那些看着空荡荡的地方，其实塞满了温度高达几百万度的稀薄等离子体。这些气体太热了，会在 X 射线里发光，所以得靠特殊的太空望远镜才能把它们看个明白。凤凰星系团一露面就打破了好几项记录，它是当时已知最亮的 X 射线星系团之一，质量也高得离谱。可最奇怪的是它的中心，别的星系团上了年纪，核心大多安安静静，红而死，里头尽是老恒星，新星生得慢吞吞。凤凰星系团偏不这样，它的中心蓝得反常，那里正有大批年轻恒星在诞生，就像一座本该拉闸熄灯的老城，忽然在半夜亮起一大片工地。拿我们的银河系比一比吧，银河系每年大约只造出1到几个太阳质量的新恒星，这个速度已经够它慢慢更新自己了。可凤凰星系团的中心星系呢，观测给出的造星速度能到每年好几百个太阳质量，早期的研究甚至估到每年700多个，直逼上千的量级。换句话说，银河系一年才点亮几盏灯，凤凰星系团的中心可能同一时间就点亮了一整条街，一整片城区。这就牵出了天文学里一个很有名的难题，叫冷却流问题。道理听起来很顺，星系团中心有大量炽热气体，这些气体会不断辐射能量，慢慢变冷，然后被引力拉着往中心沉，只要冷到够低，就凝成冷气体云，接着坍缩，造出新恒星。要是光看这条逻辑，那好多星系团的中心都该在疯狂造星才对。可长期观测偏偏告诉我们，绝大多数星系团根本没这么干。问题出在哪呢？出在黑洞那儿。星系团正中央那座最大的星系核心里，往往藏着一头超大质量黑洞。当气体往里落，黑洞就被喂饱了。
周围的吸积盘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还从两极附近喷出接近光速的高能粒子流。这些喷流就像一根根看不见的搅拌棒，把周围的气体重新加热，吹出一个个巨大的空洞，掀起激波和声波，硬是把本来要冷下来的物质又搅了起来。于是一个奇妙的循环就成型了，气体想冷，黑洞被喂醒，黑洞一活跃，又把气体烤热，气体一时半会儿冷不下来，恒星的降生就被死死压住。在许多星系团里，这套机制就像一台宇宙恒温器，它不让中心太热，也不让中心一下冷到失控。可凤凰星系团吓人的地方恰恰就在这儿，这台恒温器好像跟不上趟了。中心黑洞确实在动，也确实留下了喷流和空洞的痕迹，可它放出的这点反馈似乎没能完全刹住车。热气体照旧在冷，气体照旧在往里流，冷气体照旧在冒头，恒星照旧成批成批的升。2019年的观测把这幅画看得更清楚了。研究者发现，凤凰星系团的核心藏着大约100亿个太阳质量的冷气体，沿着细长的丝状结构铺开，年轻恒星就从这些冷气体里出生。那些丝可不短哦，有的能拉到10几万、几十万光年长，比银河系的直径还大。你想象一下，宇宙深处有一片巨大的暗色海洋，里头垂下许多冰冷的河流，河流的边上不断有新恒星被点亮。到了2025年，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又补上了缺失的那一环。过去我们看得见几百万度的热气体，也看得见接近绝对零度的极冷气体，却一直很难直接抓住那个从热到冷的过渡状态。这回韦布用红外线逮到了大约30万开尔文的温暖气体，就好像在气体冷却的半路上忽然看见了一盏特别的指示灯。这说明啊，凤凰星系团的核心不是单纯从外面捡来现成的冷气体，而是有大量热气体正在本地就地冷却，正在给自己造恒星的燃料。这才是凤凰这个名字真正贴切的地方。它不是因为长得像神话里那只鸟，而是因为它的中心星系像是从死亡里复燃了。大多数成熟星系团的中央星系早就沉没了很久，恒星几乎停产，凤凰星系团却在一个不该年轻的岁数重新开始了大规模造星。它像一片本该冷透的灰烬，突然从里头翻出了蓝色的火光。那么凤凰座 A 黑洞到底是个啥呢？为了口播顺口，我们后面就这么叫它。可说准确点，它是凤凰星系团中心那颗正活跃着的超大质量黑洞。天文资料里原本那个名字常常指的是这座星系团正中央最亮最大的那座星系，而不是单指黑洞本身。只不过这座中央星系的心脏里确实窝着一头正在活动的超大质量黑洞罢了。这个黑洞可不是能直接看见的黑色圆球，我们真正看到的是它对周围环境闹出的动静，比如吸积物质放出的辐射，比如接近光速的喷流，比如喷流在 X 射线里挖出的空洞，还有被它间接推动或者干脆放任的冷却流和造星活动。说到它的质量，网上最容易出错了，很多流行的说法张口就来，说凤凰座 A 黑洞有1000亿倍太阳质量，是已知最大的黑洞。这话有吸引力，可不能当成板上钉钉的事实啊。在权威的观测资料里，这颗中心黑洞的质量估计其实并不一致，有的资料给出几十亿到几百亿倍太阳质量的范围，而1000亿这个数字更接近某些模型的推算或者候选的上限，并不是像测量近处恒星轨道那样一锤定音的结果。所以严谨点说，我们更稳妥的讲法是，凤凰星系团中心可能藏着一头极端巨大的超大质量黑洞，它是宇宙里最值得关注的候选之一，但它的精确质量仍然有争议。不过呢，哪怕不用最夸张的数字，它也已经大到超出日常想象了。银河系中心那颗黑洞大约400万个太阳质量，这数字听着够唬人吧？可摆在星系团中心黑洞面前，就像一粒深色的沙子和一整座黑色山脉的差别。凤凰星系团核心的黑洞，就算按几十亿到几百亿太阳质量来算，
也足够左右整座中央星系的命运了。要是真按模型上限接近1000亿来想象它，那它的世界直径能到几千亿公里，光想从它这一侧穿到另一侧，都得用星期来数啊！世界是黑洞真正意义上的边界，越过它以后，连光都逃不回外头的宇宙了。可大质量黑洞有个反直觉的地方，它越大，世界附近的潮汐撕扯反而可能越温柔。你要是靠近一颗恒星级黑洞，会在边界附近被狠狠拉成面条。可要是换成一头极其巨大的黑洞，理论上你跨过世界的那一刻，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震动，没有明显的拉扯，没有火焰，也没有一声提醒，你只是安安静静的越过了一条再也回不了头的线。要等到更深的地方，命运才慢慢收紧。可问题还没完呢，一头黑洞要长到这种级别可不容易。普通恒星坍缩留下的黑洞，一开始也许只有几个到几十个太阳质量，它得靠吞气体、吞恒星，跟别的黑洞合并，才可能一步步长成100万、1000万乃至亿级的巨兽。这个过程既要燃料，又要时间，还处处受它自己辐射的限制。物质落得太急，放出的光和热会反过来把更多物质推开，就像一个人吃得太猛，反倒被自己的呼吸给噎住了。所以天文学家一直在追问，宇宙早期那些特别大的黑洞究竟是打哪儿来的呢？它们是从普通恒星黑洞慢慢长大的，还是一出生就攥着一颗更大的种子？有一种设想是这样的：早期宇宙里某些巨大的气体云，也许压根没先形成恒星，而是直接坍缩成了几万、几十万太阳质量的黑洞种子。这么一来，黑洞就用不着从很低的起点慢慢爬坡，而是从出生那天起就站在了更高的台阶上。还有一种可能是靠合并，星系和星系团不停地并到一起，小星系带着自己的中心黑洞一头扎进大星系，大星系再钻进更大的星系团，一次次碰撞之后，好几个黑洞被拽到了同一口引力深井旁边，最终在漫长的岁月里合为一体。这个过程可不见得整齐，也不见得温柔，它会搅乱恒星的轨道，改写中心的密度结构，放出引力波，把一座星系的核心慢慢雕成今天的模样。凤凰星系团中心的黑洞正好卡在这些问题交汇的路口，它太远太大，环境又太乱，没法像称量银河系中心黑洞那样直接盯着近处恒星绕圈的轨道来算重量。很多估计只能靠气体辐射、能量反馈、宿主星系的结构，再加上理论模型一块儿去推。这也是为什么它的质量数字在不同资料里总是对不齐。对科普来说，最要紧的从来不是把最大的数字喊出来，而是把这份不确定讲清楚。它可能极端巨大，可我们仍在学着怎么给这种遥远的巨兽称重呢？而这份不确定其实一点没削弱它的震撼，反倒让它更像真实的宇宙。真实的宇宙嘛，本来就不是每道题都有干净的答案，很多时候望远镜递给我们的只是几块拼图。X 射线告诉我们热气体在哪儿，紫外和可见光告诉我们年轻恒星在哪儿，射电波告诉我们喷流怎么冲出核心红外，光告诉我们温暖气体正怎样冷却。科学家把这些拼图拼在一起，才慢慢看见凤凰星系团的轮廓。要说普通黑洞让人怕，是因为它吞光；那凤凰星系团让人不安，是因为它把吞噬和诞生摆进了同一幅画里。最黑暗的核心旁边，恰恰有最猛烈的新恒星在成型；引力最深的井边，恰恰有大量冷气体在往下沉。它像是在提醒我们，宇宙的规则很少能用简单的好和坏去分，毁灭不总是终点，创造也不总是温柔。很多时候，它们不过是同一套物理过程在不同尺度上长出来的两副面孔罢了。这也正是凤凰座 A 黑洞最适合拿来助眠的地方。它的恐怖不是尖叫式的那种，而是一种安静到发怵的尺度感。它不会像电影里的怪物那样扑上来，它只是安安静静地待在57亿光年之外，在一座巨大的星系团中心，让气体下沉，让喷流伸展，
让新恒星一批批出生，让我们自以为早就摸透的宇宙规则露出一道没缝好的边。你要是把视角拉远，站到凤凰星系团外头看它，整幅画面奇异极了。外围是成百上千个星系，像许多飘着的岛，岛与岛之间是肉眼看不见的高温等离子体海洋，热的能发出 X 射线，却又稀薄的几乎不像气体。正中心一座巨大的椭圆星系占着引力最低的位置，那里不是暗淡的老年星光，而是大片年轻恒星带来的蓝光。再凑近一点，你会看见冷却的气体拉成细丝，从高温的海里往下沉。它们不像地球上的河，没有岸，没有水声，没有浪花，却在引力和磁场的牵引下抻出了几十万光年的长度。许多新恒星就在这些细丝周围诞生，更深处活动星系核正在发光。物质在落进黑洞之前被压缩、被加热，加速放出从光学紫外到 X 射线的辐射。与此同时，喷流从核心冲出，在热气体里挖出一个个空洞，像有双看不见的巨手在宇宙的云层上按下了指印。按理说，这些喷流该够强够勤，把冷却给压下去才对。可凤凰星系团呢，倒像一个反馈系统失灵的现场。喷流不是没有，黑洞不是全睡着，它在动，可冷却照旧发生，恒星照旧大量成型。科学家形容这种情况会说，黑洞的加热能力暂时没压住气体冷却。换成大白话就是炉火还烧着呢，空调也开着呢，可整个房间还是冷了下来，还冷到开始结出新的星星了。这现象为什么这么罕见呢？因为它可能只持续很短的一段宇宙时间，短可不是指几天几年哦，而是指几千万年到1亿年左右。对人类来说，这已经漫长的没法想象了。可对星系团来说，这不过是一次呼吸。黑洞继续吞气体，质量和能量的输出会越来越强，喷流会变得更猛。等它的反馈重新压过冷却，恒星形成就会被慢慢掐灭。凤凰星系团也许就重新回到大多数星系团那种沉默的状态了。所以啊，我们看到的也许压根儿不是一头永远这样的怪物，而只是一个刚好被我们撞见的阶段。它像是宇宙把一个很少打开的过程正好摊在了望远镜面前。也许很多星系团都经历过这样的复燃，只是阶段太短，我们很难赶巧碰上。也许凤凰星系团真的走了一条特别的演化路，才在这么成熟的岁数还留着这么猛的冷却和造星。答案还没完全定下来，可正因为没定下来，它才迷人呢。你也可以把凤凰座 A 黑洞当成一扇通向早期宇宙的窗。宇宙年轻的时候，星系成型更猛，黑洞长得更快，冷气体更充沛，许多极端过程都比今天常见得多。凤凰星系团偏偏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宇宙里，保留了一份早期宇宙才有的狂热。它让我们看到，星系团的中心并不总是安稳的墓地，有时候也会变成恒星的摇篮。黑洞也不一定只会压制生命的燃料，有时候它的喷流、空洞和扰动反而会把气体推到更容易冷却的地方，让新恒星得以出现。这儿得留个心眼，黑洞可不是在有意识地创造恒星，也不是在保护什么，它没有目的，没有情绪，更没有醒来后要找猎物的意志。所谓醒来，只是人类给这种活跃状态取的一个形象说法，它指的不过是黑洞周围有物质在落入，吸积盘和喷流亮了起来，整个核心区域从相对安静转成了活跃。宇宙不需要故事，也照样会发生，可人类得靠故事才能靠近它。凤凰座 A 黑洞的那份不安还来自时间。57亿光年意味着我们永远在看它的过去。我们说它现在正在活动，其实是说57亿年前的那束光告诉我们，它那时正在活动。光发出来的那会儿，地球还不存在呢。光抵达的这一刻，你正坐在这儿听着一段声音，你的呼吸，你所在的房间，你手机屏幕上的那点亮度，忽然就和57亿年前一个星系团核心发出的 X 射线、红外线、射电信号被同一段时间串到了一块儿。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在安全的距离外看着它，你不会看见普通意义上的黑洞边缘。黑洞本身是不发光的，真正发亮的是它周围的物质。那些物质在坠落之前被撕成高温的盘面，摩擦、加热、闪耀，然后越过那条不可返回的界限，更远处喷流向外打穿热气体，留下一个个巨大的低密度泡泡。再远些，冷气体的丝带悬在星系周围，年轻恒星像细小的蓝白火点，在漫长的黑夜里一盏又一盏慢慢亮起。要是把银河系搁在这个尺度旁边，我们熟悉的一切都会缩小。太阳只是银河系2000亿颗恒星里普普通通的一颗，地球只是太阳边上一块岩石行星。你生活过的城市、街道、楼房、房间，全都藏在这颗岩石的表面，藏在薄薄一层空气底下。而凤凰星系团中心的物理过程却能在几十万光年的尺度上改写气体的命运。它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片领域；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整套正在互相拉扯的系统。这也正是为什么标题说它不是黑洞的时候，我们得往更准确的意思上去理解。它不只是一个黑洞，它是黑洞、中央星系、热气体、冷却流、喷流、恒星诞生，还有星系团引力共同拼成的一场巨大事件。单说黑洞，反倒把它说小了。真正更糟的不是那儿有一个吞光的区域，而是这个吞光的区域正和周围几百万光年的环境互相作用，让整座星系团的核心进入了一段短暂又猛烈的复燃期。从科学上讲，凤凰星系团在提醒我们，黑洞反馈从来不是一个永远稳定的开关，它会强，会弱，会延迟，会用力过猛，也会力不从心。气体冷却、黑洞袭击、喷流、加热、恒星形成，这4条看不见的线一直在抢同一个核心。大多数时候，它们能拉出一种平衡，可在凤凰星系团里，平衡被打破了。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场拔河暂时偏向冷却和造星的那一刻。这事儿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星系是怎么停止生长的，恒星为什么不一直疯狂地造宇宙里那些巨大的黑洞，又是怎么管住周围环境的，这些都是现代天体物理的核心问题。凤凰星系团不是个普通案例，而是个极端案例。极端案例的价值就在于它把平时藏得很深的机制放大了给我们看。就像一台机器运转正常时，你很难看清每个齿轮，可它一旦偏离常态，很多藏着的结构反倒暴露了出来。所以今晚我们真正讲的不是一只醒来的怪物，而是一套被我们看见的宇宙机制。它告诉我们，宇宙不是安安静静的老去，哪怕在看着成熟、庞大、稳定的星系团中心，也可能突然冒出猛烈的冷却，突然燃起成百上千颗新恒星，突然让一头本该压制造性的黑洞变成复杂反馈里的一环。如果你已经有点困了，就把声音再调低一点吧，继续想象那束光，它从凤凰星系团出发，穿过57亿年的空间，一路上恒星诞生又死去，星系旋转又碰撞，地球从尘埃里凝成海洋，漫过表面，生命在水里试探，陆地慢慢变绿，文明点起火光，望远镜指向天空，最后那束古老的光落到探测器上，被转成一串数据，再被我们讲成今晚的故事。凤凰座 A 黑洞不会靠近我们，也不会威胁地球，它太远了，远到它的危险只存在于尺度和理解里。真正让人心里一沉的是，宇宙竟然允许这样的东西存在啊！一头黑洞巨兽坐在星系团正中央，一边吞着物质，一边喷出高能粒子，一边没能完全拦住气体冷却，一边又让新恒星在它周围不断诞生。毁灭和创造在那里不是相反的两件事，而是同一套过程的两面。这就是凤凰星系团最安静也最震撼的地方。它不是单纯的黑暗，也不是单纯的爆发，它是一种缓慢的、庞大的、被宇宙尺度拉得很长很长的醒来。它花了57亿年才把一句话送到我们面前。有些地方看着像睡着了，只是因为我们还没等到它发光，
有些规则看着很稳，只是因为我们还没见过它失控。今晚的故事就停在这儿吧。你可以把凤凰座 A 黑洞想成宇宙深处的一只黑色眼睛，也可以把它想成一座正在复燃的星系之城。它当然是黑洞的一部分，可它更是一场星系团核心的复活。它没有声音，却让热气体冷了下来；它没有火焰，却让新恒星亮了起来；它不需要靠近任何人，却让我们在57亿光年外重新意识到，宇宙从来就没有真正安静过。那么，慢慢闭上眼睛吧，让这片遥远的蓝色星光继续在黑暗里安静地走远。